欢迎收听，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一下 Google 最近的一场，可以说是一场信任攻防战。信任攻防战，这个说法很有趣。对呀，因为你看，它同时在两个战场上开打。一方面 ，Google 卯足了劲儿，要让你更信任你的手机，让 AI 变成你的贴身助理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他又发动了一场战争，要清理网络上那些越来越不可信的 AI 垃圾内容。这个观察点很棒。这两件事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，但其实是同一套策略的核心。哦，怎么说？其实就是在一个 AI 无所不在的时代 ，Google 必须重新定义信任到底是什么。所以我们今天手上的这些资料，从最新的 Android 16到 Pixel 的新功能，再到那场让很多网站哀鸿遍野的搜寻演算法更新，哈哈，对，其实他们都在回到同一个问题：身为使用者，你该相信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就先从你每天握在手上的东西开始吧。手机？对，你的手机 Android 16这次端出了不少新菜色。我们先来看看通知这块好了，这简直是现代人的噩梦。没错。听说 AI 终于要来拯救我们混乱的通知栏了吗？对，主要有2个功能。第一个叫通知摘要，它会自动帮你总结群组聊天里那些又长又杂的讯息。哦，但这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，它有限制。等等，有限制？既然 AI 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干脆全部摘要就好了？这就是策略所在，它只摘要25到200字之间的讯息，而且一天最多50次。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其实这透露出 Google 的目的不是要取代你阅读，而是要抓住你最可能分心的那个黄金时刻。最可能分心的时刻？对，它预设你还是会看短讯息，太长的它也觉得你应该自己点进去看。它介入的就是那些有点重要但又没时间细看的尴尬长度。我懂了，不上不下的那种。没错，每日50次的上限就像是给你的 AI 助理设定了工时，确保它只在最高价值的情境下出手，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训练你更依赖它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是在管理我们的注意力。那另一个功能呢？通知整理工具。对，这个就比较直观，把通知自动分类成促销啊、新闻啊等等。这听起来不错，但马上就会让人想到，隐私问题。没错，他要帮我摘要分类，不就代表他得读我所有的讯息吗？这是最关键的问题。很多人听到这个，第一个反应可能又觉得是行销术语。我们听过太多重视隐私的口号了，对吧？对。那这次的底层技术私密运算核心，也就是 PCC， 跟以前的做法在架构上有根本的不同。怎么个不同法？能说服我们这不只是空话吗？可以，你可以把 PCC 想象成你手机里聘请的一位机密翻译官。机密翻译官？对，这位翻译官被关在一个绝对安全的房间里，哪里也去不了。当 AI 需要处理你的私人讯息时，它不是把你的中文讯息传到 Google 的云端，而是先交给这位只待在你手机里，而且绝对保密的翻译官。翻译官在你的手机本机上处理完，只把不含任何各自的分析结果，比如说这是一则促销讯息，交出去。所以我的原始对话从头到尾就没有离开过我的手机。完全正确，这是一个硬体和软体层级的隔离，而不只是一个软体上的承诺。这个比喻我懂了，等于是资料在出境前就已经被处理成匿名。好，聊完这些比较底层的更新，我们来看一个资料里让我最好奇的功能 Magic Q。 对， Magic Q， 它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，说是可以预测你的需求，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？ Magic Q 正是代理式 AI 这个趋势具体的展现。过去手机是被动的，你命令它，它执行。现在手机是主动的。资料里的例子是，当你跟朋友传讯息约晚餐， Magic Q 会侦测到这个情境，然后自动从你的浏览器或地图里把你查过的餐厅资讯，或是从行事历里把你的空档时间用一个小卡片的形式推到你面前。这听起来很方便，但也让人有点毛毛的。这代表我的手机必须随时在监控我跟谁传讯息，内容是什么，才能提供所谓相关的建议。这会不会是打着便利的旗号在侵犯我们的对话隐私？
这完全是个合理的担忧。但这里真正的转变不只是手机变聪明了，而是你跟手机的权力关系正在反转。权力关系？没错，过去是你命令手机，未来是手机引导你。Magic Q 建议你去哪家餐厅，其实就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决策。这才是 Google 真正想达成的目标。至于隐私，这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说的 PCC， 理论上这些分析都是在本机完成的，但这种主动性确实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。对啊，一个这么主动的代理人，万一他被钓鱼网站骗了，在不对的地方输入我的信用卡号怎么办？ Google 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们内建了几道安全锁。其中一个机制叫使用者校准评论家。使用者校准评论家？对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AI 的良心，它会不断检查 AI 的下一步动作，判断说，这个行为符合使用者一开始的目标吗？所以如果 AI 被引导去做一些奇怪的事，这个良心就会跳出来阻止它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另外还有一个叫代理来源集，这就像是给 AI 办了一张工作证，上面写明了它只能在哪些相关的网站上读写资料，不能随便跑到不相干的地方去。OK， 听起来是为这个 AI 代理人设定了严格的工作范围和道德准则。那除了这些 AI 大招之外， Android 16好像也补上了很多使用者敲碗已久的基本功。对，可以把它们看成两大类。第一类是数位安全感。数位安全感像是把家长控制整合到一个更容易管理的选单里，还有为记者、社运人士这类高风险族群设计的进阶保护模式。这个很重要。对，这显然是针对近年来像 Pegasus 这类间谍软体的威胁所做的回应。还有像安全锁定装置跟扩大到第三方 App 的诈骗侦测，都是在强化安全感。那第二类呢？第二类就是纯粹的便利性。例如大家念了很久的 Pixel 锁定画面，终于有更多时钟样式和自定选项了。终于对，还有双击关闭萤幕这种小功能，虽然来得晚，但总算加上了。另外还有一个为 Pixel 10设计的 Google 地图 Min Mode。Min Mode？一种超省电的萤幕衡量模式，可以在萤幕关闭时只显示一条极简的导航路线，既实用又省电。好的，所以手机端的趋势很明显，用本地端的 AI 来赢得你的信任，让它成为一个更主动的代理人。但这种主动也带来一个问题。如果 AI 能帮我们写信、摘要讯息，甚至谱曲，那它当然也能写文章。当网络上开始充斥着 AI 写的内容时，我们还能相信我们在 Google 上搜到的东西吗？没错，这就完美的衔接到了我们下一个主题，也就是 Google 搜寻发动的这场内容打假大战。对，这就是信任攻防战的另外一个战场。Google 在12月11日推出的这次核心更新，在 SEO 圈子里真的是天翻地覆。资料显示，全球大概有4到6成的网站都受到影响，其中像联盟行销这种靠推荐产品赚佣金的网站，高达71% 都会冲击。哇，71%！是的，医疗健康领域的灾情也很惨重。在深入细节前，先帮大家建立一个观念：核心更新到底是什么？跟我们平常听到的那种抓垃圾讯息的更新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很重要。一般的更新像是警察在抓闯红灯的车，目标很明确，但核心更新不一样。怎么说？它比较像是交通部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对好驾驶的定义完全改变了。哈哈哈，这个比喻很好。它不是针对某一种作弊手法，而是对整个排名系统的价值观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校准，所以它的影响才会这么广泛的深远。这次可以说就是 Google 对网络内容发动的一场品质革命。好的，品质革命。那这次革命到底革了什么？ Google 评断内容的新标准是什么？核心就是超级强化的 EEAT 原则：经验、专业、权威和信任。对，过去是主要用在像理财、医疗这种所谓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的敏感主题上，但现在它几乎扩及到所有类型的内容。几乎所有。是的，更重要的是，演算法现在会给内容一个真实性分数。真实性分数，这听起来很玄，它是怎么计算的？
其实就是去分析你内容中的语言模式。举例来说，你写的是根据我亲手测试了3周的结果，还是据信专家们普遍认为？哦，一个是第一手经验，一个是二手资讯。完全正确。你用的是我们的独家研究数据显示，还是根据网络上的资料？演算法现在对于分辨这两者的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。这就直接连接到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。AI 内容，那些用 AI 大量生产文章的内容厂，这次是不是被抄家了？抄家了，没错。资料显示，那些直接发布未经专家审核的 AI 文章的网站，流量损失高达85%到95%。哇！但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区别，也是很多创作者最担心的。Google 惩罚的不是 AI， 而是烂内容。这个区别听起来很合理，但在技术上 ，Google 真的分得出来吗？一个厉害的专家用 AI 辅助写出来的文章，跟一个设定精良的 AI 模型直接生成的文章，在文字上可能根本看不出差别。这问题问得非常好。Google 到底是用什么讯号来判断的？会不会错杀很多无辜的创作者？ OK， 关键就在这里。Google 判断的重点不再只是看文字本身，而是看文字背后的证据。文字背后的证据。对，这也就是 AI 生成与 AI 辅助的根本差异。一个医生，他用 AI 帮他快速整理最新的10篇论文，然后结合他自己的临床经验和专业判断，写出一篇给病患看的文章。这是 AI 辅助。了解。这篇文章背后有这位医生的执照、医院的声誉、病患的评价来做支撑，这是 Google 鼓励的。我懂了，所以 AI 生成就是一个自动化系统，在没有任何人类专业知识介入的情况下，凭空杜撰出看似专业的文章。这种文章没有作者，没有数据来源，没有真实经验，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骗取搜寻引擎的排名。所以 Google 不是在判断文笔好不好，而是寻找可验证的信任讯号。没错，就是这个字，可验证的信任讯号。为了让大家更有感，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赢家和输家案例。资料显示，赢家这边拥有真实证照的领域专家，网站流量平均增长57%。你看，这就是可验证的。还有发布原创研究或独家数据的网站，流量增长49%。那些拥有大量正面顾客评价的在地商家，流量也增长了29%。这些赢家的共通点就是真实性和可验证的专业。无论是医生的执照、原创的数据，还是在地商家多年累积的顾客评价，这些都是 AI 短时间内无法大量复制的信任讯号。那输家呢？情况就非常惨烈了。AI 内容农场流量平均损失83%。没有提供实际产品测试照片或影片的联盟行销网站，损失68%。内容陈旧、好几年没更新的网站，损失43%。对，这个也很重要。还有那些作者匿名或关于我们页面一片空白的网站，流量也平均损失了52%。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使用者体验。Google 也开始更重视一个叫做弹跳杆效应的行为讯号。弹跳杆效应，这名字真有趣，很形象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点进一个搜寻结果，发现内容很烂或根本文不对题，于是你就像踩了弹跳杆一样，立刻跳回搜寻页面。然后去点击下一个结果。这个点进去又立刻跳出来的行为，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我不满意的讯号。我懂了。Google 现在能更精准地捕捉这种行为，然后降低那个烂页面的排名。正是如此。好的，所以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说的信任。我们看到了 Google 透过 AI 双管齐下的策略。在你的手机上，它用本地端的 AI 变成一个更主动的助理，想尽办法让你信任它、依赖它。而在搜寻的世界里，它用云端更强大的 AI， 像个侦探一样，去过滤掉那些不可信的内容。没错，让你相信你看到的结果。对，这背后共通的主轴，就是对可验证的真实性的追求。在你的装置上，是透过 PCSA 这个技术架构，让你相信它能处理你的个人资料，而不会外泄。在搜寻引擎上，
则是透过 EEAT 原则和真实性分数，让你相信你所看到的结果是来自真正懂行的专家，而不是一个机器人为了排名拼凑出来的垃圾。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。那么最后，我们也想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。好的，随着你的手机越来越像一个主动的代理人，用 Magic Q 这样的功能来预测你的需求，它知道你在跟谁聊什么，你的行事历安排，然后主动提供建议。对你个人而言，有用的协助和过度的侵入之间的界限在哪里？更进一步说，在生活、工作甚至消费决策上，你愿意把多少主导权交给这个越来越懂你的 AI 代理人？